从没见过这样的大孝子。母亲刚刚去世，他就打起尸体的主意，将一具男尸藏进了母亲的棺材里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刚坐下来，棺材里就传来诡异的声音。原来尸体的手机竟然忘在了里面，这下可糟了。工作人员此时正一步步朝灵堂走来，想再打开棺材是不可能了。走投无路的老高只能祈求母亲大人显灵。当工作人员推开门时，手机铃声竟然真的停了下来。老高安静地端坐在棺材前，总算成功躲过了这一劫。第二天给母亲下葬时，抬棺的人满脑子疑惑，但逝者为大，棺材总算最后顺利入土了。老高这才如释重负，他跪在地上抱头痛哭，大声向母亲道歉。不明真相的人见状无不被他的孝心所感动。等母亲的葬礼结束后，老高立刻开始处理肇事的汽车。他先把面包塞进嘴里，接着油门踩到底，对准一辆警车猛地撞了过去。一旁的2个民警都看傻了，可老高却淡定地掏出证件，还训斥他们为什么要在路边随便停车。之后车子被顺理成章地送进了修配厂。与此同时，警队也传来了好消息，同事通过买通监察科的人，成功帮老高掩盖了受贿的事。本以为生活就此重归平静，可第二天老高就接到一个外勤任务，上级命令他们去抓捕一名连环杀人犯。老高接过通缉令一看，顿时就傻眼了。这个杀人犯不是别人，正是被他撞死的那个男人。可人已经被他埋进了土里，这上哪去抓呀？但是没办法，他只能装模作样的跟大家前往抓捕地点。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他们果然在现场扑了个空。然而就在众人准备收队离开时，老高突然发现了一只小狗，而这只狗在车祸那晚也曾出现过。老高好奇地跟着小狗走了过去，他这才发现，原来隔壁就是他撞人的那条马路，地上现在还有2道长长的刹车痕迹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赶忙检查这里是否还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下来的民警说他们接到一个匿名者报案，对方声称前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，而且亲眼目睹了肇事者撞人藏尸的全过程。老高一听立马就慌了，他没想到那天晚上竟然还有目击者，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如此偏僻的马路上竟然还有一个摄像头。组长立刻让他们去查看一下监控录像，或许这起事故与杀人犯会有关联。来到监控室后，老高的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里。好在监控器的角度不对，只拍到了肇事汽车的颜色，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总算这次又混了过去。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，老高第二天就在局里接到一个神秘的报案电话，对方说自己就是那天晚上的目击者，并且说亲眼看见了老高撞人藏尸，这让老高立刻惊出一身冷汗。他吓得慌忙挂掉了电话，可他刚挂断座机，自己的手机紧接着又响了起来。老高只好跑到外面去接听，突然在电话里听到警队周围的声音，他立刻向四处张望，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。可当他跑过去时，对方已经坐上出租车离开了这里。老高迅速驾车追了上去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截住对方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外出回来的同事告诉老高，他们已经定位到了杀人犯的手机，就在郊外的后山上。可由于那里基站太少，暂时还找不到确切的位置，看来藏尸的事掩盖不了多久。而与此同时，神秘人的骚扰也没有停止，他不断的往警局打电话，而且点名就找老高一个人。老高只好向同事谎称最近一直有人在恶作剧，随后偷偷悬挂了话筒。可是就在这时，神秘人突然直接冲进了警局。